2025年才几个月，世界就像进入了灾难片现场。韩国总统突然被弹劾下台，韩国和日本的森林大火烧得山河通红，缅甸发生超强地震，连泰国曼谷的高楼都倒了。更让人背后发凉的是，这一系列事件竟然早被一些预言家看见了。其中最火的是一位泰国女预言家，她声称接下来2个月还有更大的灾难要来，全球都将遭殃。这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未卜先知？今天我们就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带大家一起探讨预言为何有时这么准，有时又不准，以及该如何看待这些预言。也许听完你会决定赶紧囤几箱泡面以备不时之需呢。先来回顾一下今年年初发生的那些大事，难怪会有人感叹2025年灾难连连。一开年，韩国就爆发政治风暴，总统尹锡悦突然遭遇弹劾下台。南韩国会因尹锡悦在2024年12月未经充分理由擅自宣布戒严，认为他严重违宪，于是启动了弹劾程序。今年4月初，宪法法院一致裁定支持弹劾，尹锡悦被迫下台。这是韩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，民众上街欢呼的有，错愕落泪的也有，整个国家一度陷入混乱。不管怎样，这场政治大地震算是给2025年开了个震撼的头。紧接着，大自然也开始发飙。3月下旬，韩国和日本同时陷入森林野火的梦魇。韩国全境在3月21日后陆续出现20多处山林大火，在干燥强风助长下，火势难控，短短几天烧毁了近5万公顷森林。这规模创下韩国有记录以来之最，连千年古刹都化为灰烬，数万居民被迫撤离。与此同时，日本西部的冈山、爱媛等地也发生罕见野火，持续多日难以扑灭。有专家指出，今年初东亚异常干旱高温是野火肆虐的重要原因。换句话说，气变化让本就平常的小火苗变成了失控的火龙卷。1月到3月本应是冰天雪地的季节，结果韩日两国却上演烈火雄心，这反常的一幕着实让人心惊。然而更大的灾难在3月末降临。3月28日，东南亚的缅甸发生了规模 7.7 级的强烈地震。这场大地震来势凶猛，震中位于缅甸中部，方圆数百公里内房屋倒塌无数，数千人不幸遇难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泰国首都曼谷也受到波及。曼谷一栋大楼在长时间的摇晃后，居然整栋倒塌，造成严重伤亡。要知道，曼谷一向不在地震带上，甚至曾被认为是全球少数不会地震的城市之一。结果这次也没能幸免。短短几个月内，从权力地震到天然地震，人类和大自然轮番给我们上了一课。这些事件让许多人开始好奇，难道真的有人提前预知到了这些灾难吗？于是各路预言家纷纷进入公众视野。当灾难频发，人们总希望抓住一根预先警告的稻草。此时各种传说中的预言家就登场了。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神童阿南德。这位小哥年纪不大，却因多次大胆预言而走红网络。阿南德据说精通印度占星术，13、14岁时就发布视频预言将有致命疾病横行。很多人事后把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对号入座到他的预言，让他一举成名。此后，阿南德每年都会发表对全球局势的展望，例如疫情走向、经济起伏，甚至战争危机等等。今年他也没闲着。2025年3月1日，阿南德在 YouTube 上警告说，喜马拉雅地震带近期风险极高，特别提到3月和8月至10月是危险时窗。有些人听了他这话，再看看3月底，缅甸果然发生大地震，不禁惊呼印度神童说中了。不过呢，阿南德的支持者和质疑者一直争论不休，有人奉他为神，预言在世，也有人吐槽他说的含糊其辞，模棱两可。毕竟他也有不少预言落空的例子，比如他曾预测某年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，吓得人心惶惶，结果当然并没有。不管怎样，作为话题人物，阿南德成功让预言这件事变得年轻化、网络化了。提到预言，历史上还有许多著名人物，比如法国的诺查丹马斯，他在16世纪写下的4行诗被后人不断解读，传说预言了从大火灾到世界大战的一系列事件。
虽然他的诗句晦涩难懂，但每当世上发生大事，总有人能从中找到巧合对应，仿佛诺老先生早已看穿未来。另一位常被提起的是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万加，他预言库存满满，据说曾猜中苏联解体、911恐袭等，但也有很多离谱预测，例如他预言2023年地球轨道会改变，人类会遇到外星人，听上去更像科幻小说。对这些传奇预言家，人们往往是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但又无法证明他们说的话到底是巧合，还是真有预知能力。除了国际上那些远古传奇，咱们亚洲近期也涌现出不少本土预言达人。泰国有名的占星师索拉查去年底就放话说，曼谷市中心将有地震，2025年至2027年灾难会比2024年严重10倍。这话当时听起来吓死人，结果今年3月曼谷真出现大楼倒塌，他的话突然让人毛骨悚然起来。而台湾的命理师李敬维也在今年3月中曾警告月底将有大地震，结果缅甸强震一发生，他的脸书预测被疯狂转发，引发热议。李老师进一步提醒说，未来半年内南海、台海可能出现海上危机或火山爆发。4月3日开始，全球动荡加剧。看来不止一个人有不祥的预感，各路预言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向今年上半年将不太平。这些同步出现的预警让人不寒而栗，难道真有某种第六感在不同人身上产生共鸣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预言这东西就是这样，灵验的时候让人跪服，不准的时候也让人哭笑不得。相信者认为这些预言家确有其能，不信者则觉得不过是蒙对了巧合。我们先按下怀疑，来认识一下本文的主角，那位神乎其技的泰国女预言家普莱，看看她有哪些让人瞠目结舌的预言事迹。近期爆红的泰国女预言家名叫普莱，她自称拥有与生俱来的预知天赋，甚至能和阴间的存在对话。早在10多年前，她就在泰国开始小有名气，但真正让她声名大噪的是2014年接连发生的2起重大事故。第一件是3月的马航 MH370 航班失踪事件，那架载有239人的客机离奇失联，举世震惊。传说普莱当时透过某节目预言了客机的大致下落方向，甚至说出1年多后会找到残骸之类的话。虽然马航失踪之谜至今未完全解开，但后来在2015年确实发现了疑似 MH370 的残骸碎片，这让不少人想起普莱的预言，称他早有感应。紧接着4月，韩国岁月号渡轮沉没，造成数百人罹难的惨剧发生了。事后有人指出，普莱似乎也曾在事故前预示将有一艘大型灰色船只沉没，结果不幸严重，岁月号的船身正是灰白色。连续2场轰动国际的灾难都被他说中，普莱一时间被封为神级预言家。此后几年，普莱的预言事迹陆续被传颂。他曾预告泰国娱乐圈将有知名人士横死，没多久一位泰国女星就在离奇意外中丧生，让粉丝唏嘘不已。很多人相信普莱事先看到了这场悲剧。他还对各国政局发表看法，例如2020年时预言台湾大选某位候选人会胜出，结果最后与实际结果不符。这也提醒大家，普莱并非每次都百发百中。随着名气增大，他在泰国上各种节目分享预测，关注议题从天灾人祸到经济疫情无所不包。他自己也坦言过，预言有时会因某些天机不可泄露的原因而有所保留或发生偏差。尽管如此，他准确命中的案例实在太惊人了，因此积累了大批信众。每当世间有重大事件发生，人们就赶紧翻出普莱之前说过的话印证一番。今年3月曼谷大楼倒塌之后，他更是一夜爆红到国际，连我们中文媒体都在报道他。可见这位泰国女预言家确实有2把刷子。让普莱声名远播的是他对2025年上半年的惊人预言。就在2024年年底12月27日，普莱受邀上泰国的一档热门脱口秀 PAX-Z， 在节目中他语出惊人的预告，2025年上半年会大地震，震中在缅甸，连邻国泰国曼谷都会受到波及，而且会有一栋大楼倒塌。当时现场嘉宾听了都倒吸一口凉气，这预言也太具体了吧。普莱不仅指出了地点缅甸、曼谷，
还细节到有高楼倒塌，甚至大致给出了时间范围，3月或4月。他还提醒说，市民最好把贵重财物存放在高处或银行，不要放家里1楼，以防地震引发水灾或建筑倒塌压坏财产。这番话在当时引起一些，但更多人半信半疑。然而3月28日，缅甸7级强震发生，曼谷传出大楼倒塌消息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普莱的预言一一应验，精准得犹如亲眼所见。一时间，泰国媒体纷纷报道他的神准预测，网络上更是疯传他过往的预言影片集锦，称他为东南亚预言女神。预言成真后，普莱也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，分享他对接下来局势的看法。在泰国新闻节目上，他形容缅甸这场地震可能只是世界分裂的起点。他提到，回顾过去2年，日本和纽西兰相继发生海啸等异象，仿佛为这次大震做了前奏。更让人紧张的是，普莱警告说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。根据他的看到，未来几个月内将有多起灾变接连发生。4月，水患出现。泰国传统的新年泼水节在4月中旬，本是全民欢乐泼水的日子，但普莱提醒，今年的泼水节恐怕会变成名副其实的雨水节。他预见泰国4月可能暴雨成灾，曼谷部分地区将淹水1到2周，沿海地区还得提防海水倒灌。虽然洪水规模不至于像2011年泰国那场世纪大水灾那样恐怖，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想象一下，泼水节大家本来互相泼水嬉戏，结果老天爷直接送来豪大雨，一下把整座城市变成泽国，这画面可一点都不好笑。6月至8月，邻国强震与特大洪水，普莱特别点名今年仲夏时节可能出现另一场毁灭性地震，震中虽不在泰国境内，但属于邻近国家，并会引发严重的水灾。他没有明说是哪个国家，不过东南亚邻国也就几个，让人不禁联想到像印尼、菲律宾这样本来就地震火山频繁的地方。普莱的意思似乎是，继缅甸之后，还有别的国家会发生强震，并伴随洪水。地震为何引发洪水？可能是海啸，或者震动破坏了水坝，改变了河道。总之，他描绘的场景相当严重，仿佛一场灾难会带来连锁反应。有人担心，如果真是印尼一带的超强地震，海啸波及整个东南亚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难怪他说全球都将遭殃。7月至8月，火山爆发与政治性洪水。除了地震，普莱还预言了火山灾难。他透露自己看到有一个国家在7月会发生火山爆发，如果7月没爆，最迟8月一定会喷发。甚至他还剧透了一个细节，将有泰国人因前去观赏火山而丧生。这线索一出，许多人立刻联想到日本富士山，毕竟不少泰国游客喜欢去日本旅行登富士山，如果富士山喷发就太可怕了。不过普莱后来澄清，他看到的并非富士山，而是一座海底火山，其爆发的毁灭性不会像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那样严重，但依然会造成相当影响。海底火山爆发可能引发局部海啸，对周边海域国家构成威胁，这让人想到太平洋火环带的不稳定，不管是日本海域还是印尼群岛，都有海底火山存在，所以这个预言把范围从陆地扩展到了海洋。另外，普莱在去年底的另一则预言中提到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词，政治性洪水。他形容从今年7月开始，有股洪水将从中国流向泰国北部，中部地区的水量会超过2024年的水准，泰国北部的清迈、清莱可能会被全面淹没，经济受创。他甚至建议民众提前储备粮食和黄金，以应对危机。有趣的是，政治性洪水听起来不像自然现象，更像是在暗喻某种政治事件或势力的冲击。一些网友猜测这指的是地缘政治压力，比如中泰之间的某些纠葛，或者是中国境内事件外溢，例如中国水坝泄洪影响下游国家。也有人联想到最近国际上讨论的泰国遣返维吾尔族人事件，认为这可能是预言中洪水的含义。不管怎样，字面上看，泰国今夏的确可能面临大范围水患，再加上政治隐喻，总之7、8月的泰国恐怕不平静。其他地区的意象，在接受香港旅居泰国的主持人专访时，普
普莱还提及香港和中国的一些预见，他直言香港未来也可能出现地震。要知道，香港历史上几乎没发生过毁灭性地震，市民对地震的警觉性很低，所以这话一出，也让人捏了把汗。不过他补充说，即使有，香港受影响应该不会像日本311那样惨重，香港这块宝地还算有福。另外他隐晦提到，中国境内今年下半年可能有牵动国际的大事发生，或许暗示地缘紧张，局势升温。虽然他没明讲，我们可以联想到台海局势、南海冲突等近期在预言圈也时常被谈及的话题。比如阿南德也说过，2025年上半年南海附近可能有区域冲突，甚至可能影响台湾安全。若多位预言家的视野都瞄准了同一方向，那还真是让人有点毛骨悚然的期待又害怕。总之，普莱的整套2025上半年预言就像一张灾难形势历，3月底地震，4月洪水，7月火山，8月洪水加地震，期间还夹杂政治风暴，听上去仿佛世界要开启灾难连锁模式。如果真照他所说一一发生，那今年简直多灾多难，全球遭殃。但话说回来，预言毕竟不是预报，为什么预言有时会那么准，有时又完全落空呢？我们不妨分析几种可能性。预言不可能100%命中，否则我们早就每天对着水晶球安排行程了。那究竟是哪些因素让预言变得扑朔迷离呢？以下从几个角度来解读。一、观察者效应。预言本身改变了未来。量子力学里有观察者效应，大意是观察行为本身会影响结果。在预言这里也有类似道理。当很多人知道一个预言后，他们的行动可能改变原本会发生的事。举个极端的例子，如果有人精确预言某天某航班会失事，那多半当天就没人敢坐那班飞机了，航班可能取消，灾难自然不会发生。这样预言看似不准，其实是因为人们听了预言后避免了悲剧。再比如，有预言说某城市今年会大洪水，如果政府因此提前加固堤防，做好排水，或居民提前转移，最终洪水造成的损失就可能小很多，甚至让人觉得预言没成真。所以预言一旦公布于众，就不再是纯粹的被动预测，而成了一种能影响现实的自我实现或自我扼杀的预言。成功预警让大家准备，使灾难减轻甚至避免。这种情况下，预言表面上失准，实则功德一件。二、天机不可泄露，说太多可能改命。在东方传统观念里，常讲天机不可泄露，意思是未来的事不能随便说破，否则预言家本人可能遭天谴，或者命运会自行调整，以保持天意不可预测的平衡。很多算命师、预言家在做出准确预测后，往往不敢过于高调，生怕泄露太多天机。有些预言家甚至声称自己的能力是上天所赐，但若乱用会被收回。所以他们有时对重大事件点到为止，不愿细讲，导致预言含糊。也有一种可能，当预言被大范围传播后，冥冥之中命运之河会改道，让原本要发生的事转了弯，以维护某种宇宙规则。听起来玄乎，其实就像故事里预知未来，往往无法改变大趋势，小细节却可能因知情而变化。预言家自己也许相信这点，所以偶尔放水留一手，或者事后解释，哎呀，本来会更糟，但因为提前警告，所以减轻了。三、名气影响与偏差效应。聚光灯下难免失准，当预言家默默无闻时，他们偶尔准确预测一两件事，人们会惊呼高手在民间。可一旦他们出名，被冠以神准头衔，压力就来了。名气大的预言家往往被媒体追着问各种未来，看向天气问政局，一刻不得闲。在这种聚光灯压力下，他们可能会产生预测偏差。为了维持声誉，他们可能倾向于给出模糊但惊悚的预言，至少万一错了还有回旋空间，对了就大书特书。久而久之，可信度就下降了。另外，一些不实传闻也会在名人效应下传播，让人分不清哪些真是预言家说的，哪些是网友歪歪的。例如某预言家明明没预测过某事件，网上却传他早就说过，结果对不上号时又算他预言失败。再有，人们对预言往往只记住准的部分，不准的就遗忘或忽略了，
这是心理上的选择性记忆。一位预言家如果预测10件事，只准了2件，其实准确率很低，但大众可能只热议那2件神准的案例，忽略了8件没影的预测，从而营造出他百发百中的形象。一旦后来连续几次不灵，大众又会突然对他的信任崩塌。这种成名后的光环与桎梏，其实也是预言时灵时不灵的一个原因。4. 未来本就多变，预言只是看到一种可能，未来不是刻在石头上的许多事情，存在诸多变数。预言家再厉害，也不过是凭直觉、灵感或某种计算看到的其中一种未来，有点像天气预报。我们可以预报明天80%下雨，但临到头来也可能一滴不下。预言也是如此，也许在某种时间线上灾难会发生，但人类社会每天都在变化，也许做了一件谁都没注意的小事，就蝴蝶效应般的改变了走向。预言家可能没预料到那些变量，所以预测落空。有人把预言比作给未来拍下的一张模糊照片，照片上的情景可能会成真，但也可能因为现实中的微小改变而不再出现。同样的预言放在不同背景下，结果也会不同。比如古代预言瘟疫来临，人们束手无策，只能听天由命，但现代医学发达，预言的瘟疫也许因及时研发疫苗而被扑灭于萌芽。预言家看到的也许只是未经人为干预的未来图景，可我们人类并非袖手旁观的对象，而是在不断改写未来。因此预言有时像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撞上了未被改变的那个结局，有时则因人事演变，未来改道，预言自然不准。综上所述，预言的准与不准，既有预言家主观上的原因、能力水平、表达方式、心理压力，也有客观现实的作用，人们的反应、社会的干预、随机的巧合。与其说预言描绘的是确定的未来，不如说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可能性的醒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预言的价值和意义何在？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那些关于灾难的预警呢？当我们听到各种末日预言、灾难警告时，可能会产生2种极端反应，要么嗤之以鼻，全当笑话，要么深信不疑，开始恐慌。但其实，预言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神秘莫测，而在于它能提醒我们居安思危。就像普莱女士自己也说，她预言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有多准，而是为了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，减少未来的伤害。所以我们不妨把预言当作一种特殊的提醒，看待自然变化和危机，意识上多一分留心，总不是坏事。首先，预言往往促使我们关注自然的细微变化。现代人生活忙碌，很多时候忽略了对环境的观察。然而那些预言家常常是敏感的观察者，他们注意天象、动物异动、气候异常等等，从中推测可能的灾难。虽然我们不一定相信他们的超自然感应，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对自然的敏锐。例如，地震前动物会不安，气温、水位异常等。其实科学也承认某些前兆存在。如果我们平时多留意身边这些信号，或许在灾难来临前能提前避险。预言提醒我们，人类并非自然的主宰，对大自然永远要心存敬畏。其次，预言让我们反思应急准备是否充足。不管预言准不准，防灾措施该做还是要做。就拿这次泰国女预言家警告的洪水和火山来说，如果相关地区、政府和居民因此提前做了准备，那即便灾难真的降临，伤亡也会减少。如果最后没发生，大伙儿也不至于因准备了白白损失什么。本来有些人可能从没想过准备地震包、备用水粮，但看了预言后心生警惕去做了，这总比事到临头两手空空好吧。对普通观众而言，不妨以此次预言热潮为契机，检查一下自己家的防灾物资，手电筒、干粮、饮用水、急救药品、收音机等等是否备齐，居家逃生路线是否心中有数。这些准备也许永远用不上，但一旦需要，就是救命的东西。预言给了我们主动做好防范的机会，未雨绸缪总比宁可绝井强。再者，预言中的灾难往往是全球性的，强调了国际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。比如预言提到南海冲突、跨国洪水、火山影响邻国等，说明天灾人祸往往不止一国之事。当我们意识到全球将遭殃的可能，就更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应对挑战。
预言虽然来自民间奇人异事，但它提示的危机可能需要动员科学家、政府间的协调才能化解。以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为例，若没有全球减碳行动，未来确实可能像预言般灾难频仍。这时预言的意义在于敲响警钟，促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彼此帮助，共同改变未来。对个人而言也是一样，知道了可能的危机，邻里之间、社群之间提前商讨互助计划，在灾难中才能更好地自救他救。毕竟再厉害的预言家也无法替我们承受灾难，真正能减少伤害的还是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精神。最后，预言带给我们的还有一点谦卑与希望。谦卑的是，我们承认人类对未来的了解依然有限，再厉害的科技都难100%预测天灾人祸，何况是几位预言家。但同时希望在于，未来并非铁板一块，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个选择都可能改变明天的命运。预言预示的未来也许可怕，但正因为提前看见了黑暗，我们才有机会点亮灯火去驱散它。预言的价值不在于让我们绝望，而在于让我们有所准备地迎接希望。当我们有备无患，灾难来临时就不再只是惊慌失措。当我们团结互助，哪怕天塌下来也能一起扛。总而言之，对待预言，我们既不要盲从迷信，也不要一概嘲笑，把它当作一种特殊的信息来源，理性分析，做好该做的准备，然后坦然面对未来。毕竟，比起预言本身是否灵验，我们如何行动才是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。2025年，接下来是福是祸还未可知。也许泰国女预言家的警告会在某些程度上实现，也许不会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从中学到的是居安思危，防患未然。与其坐等预言成真，不如现在就去关心一下环境和身边的人，多做一些积极的准备和改变。未来或许充满不确定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面对灾难，冷静准备，守望相助，永远是我们应对未知最佳的预案。希望所有的可怕预言最终都只是假警报，但我们也已经做好了迎接风雨的准备。让我们带着希望与警觉，迎接2025年接下来的日子吧。安全第一，心态第二，该来的总会来，但我们绝不束手就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不知道各位对这些预言怎么看呢？不管预言是否成真，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家人，留意自然的声音。我们一起期待风调雨顺，但也不惧怕任何风浪。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，谨记希望不灭，未来就在我们手中。